谢谢大家，这么晚的时间还在这边，我们一起关心的，如同我们从第一天跟大家报告的，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柯文哲的清白，我们更关心的是台湾到底有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程序。我刚刚在法庭里面听了检察官指控柯文哲主席犯罪论告的事实以及证据，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我不仅愤怒，而且我很难过。我为什么愤怒？我为什么难过？刑事诉讼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司法程序，请容我再说一次，刑事诉讼它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司法程序。在这个严肃的司法程序当中，被关押了4个月的柯文哲，我今天看完起诉书以后，我没有办法相信我们的检察官到底是依照什么证据来认定柯文哲有收受贿赂。所以我今天跟其他的记者朋友，我没有特权，我拿了号码牌跟大家在外面依序排队。我进去的时候，唯一让我觉得我应该来排队，而且排这个队没有错，我应该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隔了4个月，我终于看到阿伯了。隔了4个月，我终于看到阿伯了。我可以跟大家说的是，那个阿伯还是大家认识的阿伯，那个阿伯还是我们熟悉的阿伯。但是让我心疼的事情是什么？让我心疼的事情是，主席被关押了4个月，我可以听得出来，他在回应法官问题的时候，跟4个月前跟我对谈的柯文哲反应真的没有那么快了，反应真的没有那么快了，讲出来的话也没有那么有力气了。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柯文哲讲话的逻辑，柯文哲被关押了4个月以后，他对于金华城的坦荡，1分1毫都没有改变。检察官说，柯文哲收了1500万。我坐在法庭，我除了看完起诉书，我还想听检察官讲你还有什么证据。他讲不出在哪里给钱，他讲不出在什么地方给钱。他说有一个工作部的档案记载着1500，笑死！我没有办法相信，我没有办法相信。我第一次看到不见钱的踪影，完全没有金流，用一个 Excel 的档案说柯文哲收了1500万。更离谱的事情是，
更离谱的事情是，他说210万，朱雅虎传给李文忠的简讯，说那个是给台湾民众党政治现金，上面传给李文忠，但检察官说，因为简讯的内容是写您，他们认为朱雅虎不需要对李文忠那么尊敬，所以形式上那个您是传给李文忠，实际上那个您，检察官认为是柯文哲。我完全没有听到检察官凭什么这样认为，我唯一听到的是检察官推理说，朱雅虎没有必要对李文忠用您，所以那一个您指的是柯文哲，而不是李文忠。我没有办法相信，我没有办法相信，竟然检察官是用这样臆测的方式在罗织入罪。更可笑的事情是什么？更可笑的事情是，每一笔30万依法申报的政治现金，存入的是台湾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没有1毛钱，没有1毛钱掉到柯文哲的口袋里面去。他凭什么说这是柯文哲在收汇款？我想要大家一起思考一件：你们什么时候看到一个政治人物这么大的一个案子，收贿的方式是请人捐钱到一个政党的政治现金专户？郑文灿是这样收贿的吗？不是。郑文灿是这样收贿的吗？不是。我今天我在法庭上面听到他为什么会认为说这是给柯文哲的汇款，因为他说台湾民众党党公职有一个责任额的制度，有一个募款责任额的制度，而讲这句话说啊，就是要帮柯文哲付他的募款责任额，凭借的依据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凭借的是一个证人的证词，那个证人叫做张义善。我没有办法相信我听到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听到的。台湾民众党有没有募款责任额？有啊。我帮台湾民众党募款，你们所有帮我捐钱给台湾民众党的人，有人会认为那个是给我的贿赂吗？检察官说，柯文哲在议员跟他陈情的时候，柯文哲不应该交给都发局研议。他说柯文哲应该要告诉应小薇，你的陈情是非法的，我们台北市政府不能处理。我不知道这个检察官是从哪一个星球来的。我第一次听到一个检察官在公开的法庭说，市长收到议员的陈情，要跟这个议员说，我不要处理。柯文哲是交给都发局研议，我们的政府不是一天到晚都在研议吗？我们的政府不是一天到晚都在研议吗？这样一个中性的用词，议员陈情，市长交给都发局研议，我不知道，等一下可能请志豪议员跟大家分享一下。太离谱了！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去跟市长陈情？市长说这个案子我绝对不会交，我不会交下去研议。
他光这件事情，他就认为柯文哲违背法令了。我老实跟大家讲，其实我很想把它听完，但是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跟世轩坐在我旁边，我们两个真的是不敢置信，面面相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希望，今天我们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能够跟我一样，听得出来这整件事情到底有多荒谬。我希望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也听得出来这件事情到底有多荒谬。我从头到尾一直听到都是检察官认为，检察官觉得。你不要告诉我你认为什么，你也不要告诉我你觉得什么，你怎么认为，你怎么觉得 ，I don't care。告诉我你的证据是什么？告诉我你的证据是什么？你不要拿不出证据，跟我讲说，所以检察官认为什么？所以检察官相信什么？台湾，我再说一次，台湾应该要是一个法治国家。如果今天按照这样子的方式，关押一个人押了4个月，结果出来的证据是检察官觉得，检察官认为，我老实跟大家讲，我完全无法接受，我完全无法接受。但是我要拜托大家，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来，是因为我们热爱这个国家，我们相信柯文哲的清白，经过了4个月以后，他对于金华城案的描述，跟4个月以前我所听到的一模一样。柯文哲没有更改过一句供词，柯文哲没有更改过。我其实2017年司改国是会议的时候，曾经有人提议过，法庭重要的案子的审判应该要网络直播，但后来司法院反对，整件事情无疾而终。就好像在宪法法庭不是可以全程直播吗？我老实跟大家讲，如果刚刚在法庭里面，检察官他在论告的内容透过网络直播传送给全国，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就会知道这整件事情到底有多离谱。谢谢大家今天守候在这里，等候我们的主席。我希望台北地方法院承审的法官看的是证据，而不是检察官觉得怎么样，检察官认为怎么样。我希望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把主席接回来，好不好？好！我们晚上一起把主席接回来，好不好？好！我们晚上一起把主席接回来，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以后怎么样？以后怎么样？